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，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。没有人在乎我是谁，陷入漫长黑夜，一路跌撞。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，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。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，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。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，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，你就是答案，我不灭的信仰。只愿朝着光，带你一起飞翔，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。我只愿朝着光，就算未来跌宕，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，朝着光。表姐，他应该往你们那儿去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……那两个女人都拍到什么了？不知道啊。你不是全程陪同吗？是啊，但从头到尾，我们没让他们把手机拿出来，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带隐形摄像机。他们在工地上待了多久？前后也就1个多小时。都去哪儿了？几乎整个地方都转遍了。把那广告投放计划给我。你还是跟5年前一样，只不过5年没见，你变得更好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变得更好看了。谢谢啊。人家都说分手之后还能当朋友，可你倒好，给你发短信你也不回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还把我微信给我拉黑了。我那时候太年轻了。不，是我配不上你。无论学历、能力还是家里的条件，我都比你差一截。佳琪，虽然5年没有见了，我没有理你，但是我心里一直想着你的。是吗？对啊，环游了全世界，我突然发现，最珍贵的还是初恋。其实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圆圆，我打算在柜台投放200万广告，请速与我联系。可是你没有在原地等我。我可以回到原地。我可以为了你减肥，我也可以为了你戒掉游戏，带你去你所有想去的地方。我也可以去读研究生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那是你女朋友吗？什么？她怎么来了？你女朋友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啊。唉，那我还是走吧。哎，别！要走也是她走，无所谓了，随她便吧。
他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你还想看他干嘛？走了好，走了好。这个呢叫做虚拟保存。哦，虚拟的。我之前教你的物理保存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我记得。等上传之后，先做一个物理保存。然后存在这里。没问题。好。喂。圆圆，有件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。只要是你能帮我这个忙，大地春晓200万的广告，我立刻就可以签给你。汤总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在公司等你。你女朋友不会因为我们在一起喝咖啡就跟你分手吧？分就分吧，我不在乎。你不爱他？蓝雨，这么多些年以来，我心里最爱的人一直是你啊。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可你刚才不是说了，最美好的回忆还是初恋？我是这么觉得的。但是回忆，就是回忆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那我们不要重新在一起了。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给你看。他比我大6岁，是麻省理工毕业的，现在是摩根士丹利驻北京首代。那我们就是小时候的好朋友嘛。祝你幸福哦，小朋友，我先走啦。喂，乔乔，我顺利完成任务了。这次是个狠角色，作为表姐，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。唐总，圆圆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滚！到底怎么了？你帮我看看这个，这2个人你认识吗？白杨，何欢。谁？何欢以前是读本好书的制片人，现在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。白杨是新闻进行时的主持人兼制片人，怎么了？新闻进行时啊？对啊。是这样啊，就是这2个人啊，下午假扮我的客户，未经我允许到工地上拍了点东西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，反正绝不能让他们把拍的东西播出去。他们到底拍到什么不可见人的东西了？哎呦，行，你先坐，你坐啊。这样，你们2个跑一下业主，你们2个去查一下设计公司，还有施工单位，你们2个找一下相关部门。好，切记啊，所有的动作都悄悄进行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好吧？好，散会。怎么样了？这都上传了。稿子什么时候能完？4点之前交。你去那个采访。喂，童主任。顺便记得除了马上治疗方案出来了，我现在不在医院。这样吧，我下班以后马上过来。好的，您等我啊，谢谢。
谁做靶向治疗？我妈，阿姨怎么了？肺部的问题。那你还在这儿干嘛呢？赶快去啊！明天也别来了，多陪陪阿姨。你休息一天。不是，我这稿子没写完呢。不用管，有我。走了，快。谢了啊。首先是这个拿地成本，再加上这个建筑材料的成本，再加上人力成本，再加上资金成本，再加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成本，政府限价是这么多，两边一加，你看一下。我要是按这政府这限价卖，我得赔死。我不相信，我这真不是骗你。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都要卖精装修的房子吗？就因为你卖了精装修，你可以适当的提高价格，这装修的差价就是我们这些开发商的利润。那就是没钱赚，咱也不能骗人啊，唐总。这不叫骗人，它其实是个行规，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啊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都公开了，你为什么害怕被曝光呢？不是，它再公开，它不也还是秘密吗？它只能是少数人知道，对吧？你这媒体真给我爆出去，那业主肯定闹事儿啊，到过来找我索赔来，那主管部门还肯定要严查。这轻者我得返工，重了还得罚款，这1里1外加一块，我最少得损失上亿。那你这是活该呀！是，我活该，我利欲熏心啊。但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我这么做还真不完全是为我自己，我也得考虑企业的利润啊。我那底下还1000多员工的福利呢。狡辩？真不是狡辩。不是，那无论如何啊，你帮我们把这关渡过去，好不好？我如果帮了你，我就助纣为虐了。怎么助纣为虐了？我这1000多条人命呢，你这悬壶济世。不是。这样，我跟你保证啊，第一，我立即返工，直到这个业主满意为止，好吧？第二，我保证绝不再犯。唐总，你就给我们大地地产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行不行？这件事情我真的做不了。就看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啊，你就帮哥哥一把呗。不是不帮你，我是真做不到啊。其他节目倒还好说，就这个新闻进行时不行。是，我知道这事儿还是有难度啊，但是我更相信你的能力和能力。你还是别相信我了。白杨这个人在工作上他六亲不认，我跟他打过交道，我败了，就因为他的绝情，我失去了一个大客户。这样啊，那个200万的广告款呢，预算已经批下来了，就在账上。哎，如果你能帮我把这事儿给平了，咱们立即就签约付款，行不行？你不是说你这业务还差点吗？200万够不够？不行，哥哥再给你加50万，怎么样？这件事儿吧，我一个人的能力肯定是不行，但是如果邱主任愿意亲自协调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过吧，不过什么呀？低于了300万的项目，我们邱主任可能看不上。300万啊，没问题。那行，那我试试。一会儿调度的时候，那个机位就固定不要再动。上次那个镜头一定要改成他们要求的这个格式。好，邹主任。情况就是这样，还
还请邹主任多多支持我们。哎呀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向来是旗帜鲜明的拒绝虚假新闻、有偿新闻以及有偿不稳，所以这次真的配合不了你们。不是让你有偿不稳，只是希望你换一个方式报道。换什么方式啊？暂缓报道啊。暂缓？那暂缓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？那大地房产的整改早就结束了，那我们再报这条新闻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老邹啊，大地房地产呢对我们的支持很大，是频道的重要合作伙伴。当然了，他们有错在先，但是我们作为合作伙伴呢，一要帮助他们认识问题，这二呢，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，不能一棍子打死，这样于己于人都不是好事嘛。哎，老邱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可以让编导们把后面这个楼盘的名字隐去，哎，这样一来呢，你跟你那合作伙伴也有个交代啊，我们呢也同样可以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。邹主任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客户啊，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暂缓报道。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这可是整整300万的广告啊！是这300万呢，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是作为我们媒体人，首先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既要算经济账，更要算社会效益账。你知道这300万对频道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体导向，你知道对我们频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哎，好，我说不过你啊，我去找能说服得了你的人去。哎，别啊！你又去找编委会啊？这样，你让我考虑考虑啊。行，那我等你消息。得嘞。邱主任，邱主任，他刚才说的考虑考虑是什么意思啊？嗨，是想跟我再抬抬价。那他不会一边考虑，一边就把新闻播出去了吧？老邹这个人，外圆内方，也不是做不出来啊。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大地房产这个客户，我们就彻底丢了，300万。邱主任，你可还差3个亿呢。太阳，哎，主任，你出来一下。哦，你先捡着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大地春晓是怎么回事？您知道了？大地房产已经知道你和何欢去暗访过，广告中心的邱主任也都找上我来了。说什么了？意思是说大地房产是咱频道广告最大的客户，希望能够暂缓报道。我已经把他们挡回去了。哎，可是邱主任这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们广告中心到底有完没完呀？整天打着广告的名义干涉我们正常工作。你冷静一点儿。这跟冷不冷静没关系。大地房产坑害消费者，这是事实。有些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。能有多复杂？喂，邹主任，我是总编师小林。刚刚接到编委会通知，关于大地房产相关的负面新闻暂缓报道。我先打电话通知您一声，之后总编师会下发正式的通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白杨，既然频道编委会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们就服从吧。啊，
不过关于暂缓报道嘛，你们让我报道林渡家居购物节，我从了；你们不让我报道杨教授招摇撞骗，我也从了。今天这条，我能不能不从？宣传剧里你都不讲了？他们讲纪律吗？你也知道这是广告中心在后面捣鬼啊！领导，能不能再替我争取争取啊？北阳，对于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我也可以把你的意见上报台里总编室和频道编委会。但是对于大地房地产这组新闻，今天的处理就是这样，啊。EGFR 突变阳性，可以吃靶向药。那太好了。不过，目前针对这种突变效果最好的药物还没有纳入医保。那这样的话要多少钱？一个疗程的费用大概在5万元左右。要那么多？好。张海，妈，天凉了，你要再加衣服啊。妈，你在做梦呢？嗯。好吧，我打听了一下，说这个靶向治疗啊，也要因人而异。有些人呢把钱花了，做了，效果还真不错。可有些人，这钱白花了。说白了，就是拿钱买命呗。可是要能买，别说1年了，哪怕1个月、1个礼拜、1天，这钱咱也得花。我知道是这个理儿啊，可是花钱买命也得有钱呐。你说你妈这几个月医院进进出出的，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。行了，爸，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，有我呢。你怎么解决啊？你说你拉扯的子墨，关键的问题你还要还债，有你哪来的钱呢？嗨，唐总，编委会已经正式下文了，暂缓播报你们的新闻。只是暂缓啊。暂缓可以啦。暂缓就相当于是无期了。什么无期啊？你直接判死刑不就完了吗？咱们就先大事化小，再小事化无，你觉得呢？行吧。你交代给我的这个任务我已经完成了，广告的事情还得唐总你多费心啊。哎，圆圆，你放心啊，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能办到啊。好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好嘞，再见。
天的事真的是个误会，我跟他早就分手了，5年前就分手了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今天就是赶巧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把他微信、电话什么的全给删了。你不信，我把我手机给你，我可以把我手机密码告诉你。喂，圆圆，你在听吗？不是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办？它是最大的，现在是。对呀。对，你看这个。哇，哇！你绕过，你可以往上走，往上走。妈，哎，今天大哥做的炸鸡可好吃了，还给你留了2块。回来了。啊，作业做完了吗？我这不是在等你吗？就还差一思想诵。来吧。母亲啊，天上的风雨来了，鸟儿躲到它的巢里；心中的风雨来了，我只躲到你的怀里。节奏、气息，还有情绪都不太对。母亲啊，天上的风雨来了，鸟儿躲在它的巢里；心中的风雨来了，我只躲到你的怀里。先写作业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欢姐，空了给我回个电话吧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哎，老板，你再来一碗。打包吗？不，在这儿吃。看不出来呀，你还真能吃。我把中午那顿补上。爸，我决定了，既然靶向治疗有那么多成功案例，我们还是试一试。钱的事情您不用操心，我来想办法。您别担心了，早点睡。怎么？怎么？走，慢点啊。来，买。妹妹，没有什么是一盘美食不可以疗愈的，要是有，那就再加一碗汤。这什么汤啊？果然说的有道理，还挺好喝的。谢谢宝贝。来了。哎，来。
干得漂亮！那奖励你的，快写作业吧。这么巧，来拿快递是吧？啊。哦。那要我帮你拿吧？你确定？确定啊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吧。啊，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女好，你也太拼了吧！这些东西都湿了，刚好拆开看看吧。有杭州寄来的，有深圳的店家，还有天猫超市。你不都想知道是谁吗？拆开看看吧。你不用给我汇报这些。你不就想知道地址吗？你刚才偷看什么呢？我现在要去天府2街办事儿，你还想跟着我吗？不必了。那不好意思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家门口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何女士，你的情况呢，我已经向我老总汇报了，他同意给你办理贷款。那太好了。不过呢，因为你无法提供抵押物，所以呢，利率要上浮。上浮到多少？36个点，另加砍头息。这有点太高了吧？行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可以签合同，明天就能放款了。我想再考虑一下。行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。我已经跟几个业主说过了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今天的新闻报道会暂缓播出。但他们呢比较郁闷，说是要上网发文控诉。那是他们的权利，我们干涉不了。但是前期采访的所有素材，都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有些自媒体也听到风声了，到处打听，有人还问到我这儿了。不要告诉他们是哪个楼盘，哪家房地产公司，其他的让他们去打听。
好。那这会不会是广告中心捣的乱啊？也谈不上吧，毕竟是我们的客户，现在出现问题了，台里面总要有人去核实一下，或者是协商一下的。总编室不是说了吗？只是暂缓报道，所以大家都不要放弃。我们这边该追踪的追踪，该调查的调查，把所有的疑问都变成实锤。收到。直播间的访谈取消，改成棚外录吧，还是你做。好。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吗？等。圆圆，大地房产签下来了，正在走流程啦。来，让我们恭喜圆圆又签下一大单，恭喜！圆圆，你这个单的提成应该可以换辆豪车了吧？哪那么夸张啊？没那么多。请客啊！对，必须的。我就说呢，堂堂电视台的女主播怎么那么愿意给广告商当舔狗？原来是为了钱啊！白老师，你这是骂谁呢？骂你呢，赵媛媛。白杨，你过分了啊！过分的是你，你现在见着广告客户就直不起腰来，还出卖我们新闻中心的利益。我认真工作，努力创收，我没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啊，是吗？那我们呢？我们日夜蹲守，东奔西走，冒着被人打的风险，好不容易跑回来一条新闻，就因为你一条广告就全部抹杀了。我们邱主任跟你们邹主任都已经沟通好了，所有的记者工分一文不少。做新闻是为了工分吗？赵媛，我告诉你，新闻进行时是新闻中心的旗帜，不是你们广告中心的。想要在这里为所欲为，你做梦！赶紧吃，吃完了上去。新闻中心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不是靠我们广告中心养活？行了行了，少说几句吧。这也太欺负人了。你让他道歉。对，到编委会投诉他。哎呀，好了，好不容易跑来条新闻被毙了，他心情肯定不好。圆圆，你这样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好欺负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让他撒点气，对咱们有好处，那就让他撒呗。要真撒了气倒好了，就怕有人在背后玩鹰的。我觉得白杨应该不会。你们别忘了，人是会变的。圆圆，嗨，张哥，快坐，喝什么？哎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得出去。去哪？你感冒了？这么咳嗽？哎，正好，我带了感冒药。你也太贴心了吧！你刚才说你要去哪？去一趟建材设计院。去那儿干嘛呀？做一个采访。为了大地春晓的事儿。这节目都已经暂缓报道了，你们采访还有什么意义呀？白杨还不死心？哎，你也知道他这个人。可是编委会都已经下文了，他就是不死心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哎，圆圆，你最近和周佳琪怎么样？怎么突然问他了？我们俩分手了。真的？这事还能有假吗？那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周佳琪是个渣男，你分手了应该感到高兴。你说的对。真没事啊？真没事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忙一点挺好的，充实，正好也可以冲淡我自己心里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矫情。那就行。圆圆，你要需要安慰、需要倾诉的话，我都在。谢谢。哎，好了，赶紧去忙吧，
我别耽误你正事儿。啊，好。白姐真幸福。那我走了。这是我们在业主论坛和购房群里监控到的。谁发的？我们查了一下，是2个购买大地春晓仪器的业主。销售顾问已经分别跟这2位业主沟通过了。他们说之前电视台采访他们的节目不给播出了，所以他们就决定发帖，联合其他业主给我们施加压力，好让我们解决问题。我们的销售顾问也分别跟这2位业主沟通过了，耐心做了工作，他们也同意以后不再发帖了。这2个帖子有没有引起其他业主的注意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从今天上午到现在，我连续接到了3家自媒体的电话，他们也得到了消息，说我们大地春晓的精装房有问题。哪来的消息啊？什么问题啊？推开疲惫的无语，倾落在这城市的谷底。有多少不期而遇会延续生机，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。同行的路为什么迟疑？眼前的你像晴空，也像大雨。故事走走停停，结局还若现若隐，在误会中背离，又在梦里憧憬。如果爱也能有回应，把昨天的思绪褪去，是否就能让你也感同身受体谅的共鸣？漂流过人海的崎岖，相遇有多幸运，幸福绕一遍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心人民。